在贵州西丰县和金沙县的交界处，有那么一条被人工开凿出来的生命之渠，它就是后山镇的红旗渠。红旗渠在百里画廊、千里乌江的绝壁之上，是后山镇最大的工程，彻底解决了当地村民饮用水的难题。曾经的旱地，如今变良田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牛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贵州省的金沙县，大家可以看见我的身后的悬崖上，在悬崖的中间有一排围栏，那里修了一条路，等会儿我们都去那个地方去看一下。大家看，这条路上铺满了这种白色的飘絮，真的好美啊！这里有块牌子“联盟天曲”，是那条挂壁路的名字吗？这里叫后山村，我们沿着这条砖石路一直走就行了。前面可以看见分岔路口，这里又树立了块牌子，叫红旗渠。我们找当地村民问下具体情况。哎姐，可以踩不？可以踩进来不？好的，被车到了嘛。红旗渠，想了解下它的历史。历史，就是那个，要问俺老年人，我们不晓得。你不是很清楚啊？我不很清楚，因为我刚来几年。哦，你是刚嫁过来？这大概修好多年，你清楚不呢？我不太清楚，要问下这个，问下老年人都晓得。修了多少年你不知道？行吗？行，好，谢谢。没事。种玉米这位大姐是刚嫁过来没几年的，不是很了解。等会儿我们找年纪大的村民问一下。看这里，这里有一排红色的雕像，他们是当初修渠时候的村民的复现。每个雕像都有独特的造型，他们有扛着锄头的，有背着背篓挑着扁担的，还有推着木板车的，这是纪念他们的贡献吧。走到这里，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修在这个山崖中间的沟渠了。前方落石，注意安全。这里有石头会掉下来的风险，我们小心一点。然后这里有红旗渠的简介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也来了解一下这条红旗渠的历史。从这块牌子我们可以知道，这条挂壁路也叫红旗渠，是由附近的几个村的村民修了10几年修建而成，使这附近的山地都变成了良田。然后这里距离下面的乌江最高处有200米，全长48千米。然后这条红旗渠最宽的地方有2米，最深处1.5米，全部系人工开凿。这里比较低，我们要注意别碰到头，要弯着腰通过。这里只有1米的宽度吧，真是又矮又窄啊！在上面可以俯瞰下面的乌江。走得好累啊！试下这个水，哇，好冰凉啊！这里距离这个河底大概有300多米，以前还是没有这个护栏的，这个护栏还是后面才修的。
快看，这里都坏了，这里都可以直接看到河里了。看下面还有2个瓶子，从这里掉下去的。旁边看见一个村民，我们向他具体了解一下这条红旗渠的历史。老人家，我们了解下红旗渠。啊，会的。啊，你跟他了解好不好？我们了解下这红旗渠。老人家你好，你多少岁了70几了， ？70几了。这条红旗渠你有参与修没有呢？参与修的。你能给我介绍下它历史不呢？对吧？啊，你说一下嘛。 1960几年修的。 1960几年。那时候这个农村的设备很差，人工开凿的。人工开凿。用箩筐种树，吊箩筐下坡来，打几个悬得很，后头从2头打起去。把水平线拆好了，从2头打起去，打通过的。现在是60多年历史了。修好60多年了。一共修了多少年呢？修了也起起长长把头10年的。修了10多年。哦。这10多年你都一直在跟着修吗？那时候毛泽东时代，毛泽东时代是评工分，我们任新年10多岁，就在那都分我们在那的，就在那干。就是把工分然后去修这条路。哟，首先没得水泥，是用这个石头人工搬来去了之后呢，通不到水，石灰一干就去活了。后头呢，它有水泥了，后头再开凿通的。这大概有好长呢？以前没有水泥，把全长4000多米到那边。从那头到那头有4000多米是吧？哦。这个水是从哪一头哪位置引过来的？拉土河的龙洞水。拉土河的龙头水啊？天然性的龙洞水，说的那个水9年4季不会断。涨水的时候这些在问沟哦。它这修好以后，你们直接都没缺过水了吗？没有缺水了。还有以前就是以前他们说的，我们挨脚在3连山，开门遇一样大石山，家里没得半缸水啊，看到黄河喊口干。我说的，那时候恼火了嘛。修好这个修到这条都辛苦不呢？修这个红旗渠辛苦不辛苦？辛苦不辛苦？测量的时候，这个挨是公鸡的，指头看不穿，过去，甚至那些说还要跑到2层来给测量了，结果到很远的地方才测量2头打起来都打2、3年了，人工开凿了嘛，没得炸药，人工去背炸药，路不通毛路，整是炸药整贵了，在中心沙土，人工背炸药。一天分背几回，2回都黑在路上。甚至呢都用硝铵来熬炸药，那个要技术性好，技术性不好的，你也最好要成功，呼的火都给你燃，不管你熬好大火。都熬不成，炸药替代炸药放炮。这个护栏是后面修的吗？还是当时都一起修的呢？是后头政府修的了嘛。后面政府才修的。大悬槽了嘛，后头的。非常开凿的，太恼火了。修这个应该一路顺利的嘛，没出现事故啊这些嘛。顺利的还是。轻微的商业业绩都以后。以后还是算顺利的。那么这条红旗渠修好以后，你们这变化大不大呢？变化好嘛，全部开成那个良田了嘛，我们的
这个沟底下的全部开成粮。现在抓经济作物嘛，油田他们都没当做起了人树饮水呀，所以有它的用途。以前是冲动联防的水源。什么？冲联防。哦，联防都是那个石头棍子滚起转着。不是连米那种吗？哦，连米那种。那种联防是现在成了老古董，年轻人没忘到。有183的箭槽，有3把车的箭槽2种，有种是轮子转动，这个轮子用扳掌在这档头上扳动大齿轮木把手，连着都转动。有些183的它都在底下平起转，水木冲开它头上也转，搞得你连着都转动。不是相当于那种磨坊那种。哦，是了。现在都在手机上这也看到有些地方还都有。像我们首先是葱来吃，香壳类来拉。这是我们10多岁时候有联防，老古董我们整的。我跑15干联防，我们这里连别吃了，要跑15。挺辛苦的哈。哎呦，辛苦最辛苦的都是我们这一代人，50后、60后的人。然后没40后、50后最辛苦。对，当时现在都是70几、80几这些类似人。当时刚刚建国了嘛，什么都是从头开始。就是说话那个国家建国那时候，我们国家都很穷，只有生产一部东方红的拖拉机。这后头这个钱学成发挥贵嘛，这在学技术嘛，是我才研究这些炼钢炼铁。我们这个地方都有土炉子炼过啊。里面是看上个那种大跃进的了。一体块块弄长块家用石头来炼了，再拿在钢厂去净化过，它就分子好优质材料了。当时你们只用修这个得公分，地都不用种了嘛？得公分了嘛。我说就只用把分在那里给修了，都不用管种地了嘛，其他人种。是啊。集体生产了嘛，我们年轻人都分了好的打造给我们那些都在生产的劳动了嘛，还不是大家都给公分。这是去河南省临县我都修得好，修得大。河南省也有个。但是我们这个形式跟俺国一样，这个是工程小的了，也还够干的了，但以前都是，开拓的时候是最恼火了。人力又少，物力没得，人工吹战呐。说水桶啊，对现在都是几十年。说人血饮水，好多人的人血饮水很重要的。解决很多人抽饮水。对。是吧？人家开店啊，那些啊，人血饮水啊，像我们抽来宁走甘蔗这些啊，现在。这时候看你们到下面大条屋间，我说你们都不缺水的。是不缺水嘛？你要用电力拉上跑要花很大的投资了嘛。现在刚电力那种抽水那种。是吧？有抽了嘛，政府还是安得优秀嘛。现在我这都是手机线的那个。他要换，没得这个好，这个自流淌过来的才好。现在一边不成本。有从那里流过来的，也有抽的。当然是没下河抽哈，有提罐的。下面摆机械，我们这高头的只有多抽啊。下面都自动放下躺。现在都是。这个人血饮水这还是给老百姓带来好大的福利啊！还是解决很多问题了。解决好多问题，都是现在都解决好大的问题，虽然没有种田。那最起码你冲厕所、洗衣服啊，出来拧杆子啊，农作物换开吧，有些很大的，还是很广的。吃得沟通啊，矮多了，因为前段时间前面堵了，阿丽莎堵了，我都带头把那喊他们捐钱来把它沟通了，现在水大很。等于说到红旗区现在还要定期去通下雨啊这些了嘛？雨力啊，前面雨力都砸进了，
堵塞了。我刚才也看哈，它水流的还是很清亮的嘛。大露水啊，大山里面出来了，大山里面弄舒服的很咯，这水。哦，这水检测都很好的，我的你大爷。现在拿出我都冲动2干2房啊，它这个水可以直接喝的吗？可以喝的，无毒无害呀。那检测的好得很了，这水质啊。有检测过的。检测过的。啊，我们吃的也是这水，我们又是从高头放下的。这些有这下面的啦，抽来冲厕所呀、安楼顶啦，都是我看淋点柑橘这些啊，有些还要打铁，洗衣服啊，政府的水也安通的了。做得很好了。我看你们牙齿的水质不差的，不像那个毕节那边是那黑牙刷子。那边黄的很，说不？那边水质那个这看水看它这个水，吃了梅山水，它这个水质一根是很好的，你拿来化验都很好的，我的那一点点污染都没得。豆汤这些都很好的效果。所以说我后面都修了个池子，抽来池子里面又放下来，冲厕所啊、洗衣服啊、干这些，方便点。确实挺方便的。很方便。哦对，找水桶啊，现在好了，上上下下一桶都很大。像前有我还带起他们去把一些整通了，又把这个沟的两边把那个整得过干净，嗡得不得了，好多年生，好像是出门了，一不重视这沟了。你说你们还设计得很科学哦。哎，64年，我看60年、70年、80年、90年、2004年、2004年、2004年，将近60年。 60年啊。这沟通过来哇，96年嘛，那一桶水啊，好像是。 60年、70年、80年、90年、2004年、2004年、2004年，是吧？11年了，61年了，到现在。 61年的是，确实挺久远的。哎呦，所以到现在开错吧，我爱1年都要求不到，都戳通了。现在大型机是机械化，而不是人工一出去站子的打过来，你说辛不辛苦嘛？这个事情。以前和现在不一样，现在那些电钻啊这些哦，电钻，杂药都随你用。大型的嘛，以前是拿锤一锤。你看那么多时间独特吧？这个你觉得这个是悬呀？独不独特吧？那是很独特啊！你朝得看来。对，很独特。看起是很独特啊。这像那种一座山削一半一样。你看，这个硬是像刀切悬崖，刀切悬崖，这个硬是像刀切路一直的下来，那些要它几百米高，高度要它几百米。现在人呢都哎哟，现在人都享福，比以前人辛苦。国富民强，国家好了，老百姓才富豪到。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嘛。哦，是喽。如果国家不发达，老百姓不是穷。对。好到国家发达嘛，国家也是扶贫啊，干那样啊。我们这些又收了移民户。你们这接收那种移民安置呢？接收了库区安起来。库区安起的是接收了移民户噻。我们后山乡以前是后山乡，主要是成后山古城，搬走了200多户啊，搬在当地和金沙。政府对我们这些还是很重视的。还是很重视的。哦，你凭那安这路灯你看嘛，这叫是。这条挂壁路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。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记得点个收藏哦。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再见。